大概的一个形态画出来。然后我们呢，再往咱们的远处，走，就把远处的这个浅滩，给它加出来。远处的浅滩就是一些小的平板的三角嘛，从上往下。好，稍微的擦一下，然后再把底部点上一些点缀的小的笔点，好，后方是吧？我们在画的这个墨色的时候都不会特别的跳跃的，但是山石的轮廓一定要明显，就是形态，墨色是淡，但是形态你要清晰。有的很多小伙伴是吧，老是说的虚，对吧？它里边啥也不画，就给你绘一块墨，他也不明白这个墨是为什么。人绘一块墨是为了去概括咱们的画面，它不是说随意的去加的一笔。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往它左侧，我们再给它点上一笔。好，是吧？左右再交叠穿插回来。好，淡墨把底部是吧，给它微微的扫一扫，远处的是吧，再来点淡墨。好，谢谢大家伙的关心啊，咱都已经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其他都不影响了。好，远处的这个山峰是吧？它再从这个树林里边，你看它是不是大概还有一个小的山峰的造型？你要观察的足够细致，你才能画得出来更细致的画面。好，我在带着大家画，有老师带着大家画的时候，你就可以关注到更多的细节，而且有一遍操作和示范的一个步骤，大家在自己再去画的时候啊，它就会轻松很多，对不对？整个绘制的一个过程就已经走过一遍了。好，这块大家画出来了吧？好，现在真真切切的，我们是要开始去给它染色了哈。好，你淡墨，你比如说把这块虚一虚，是不是？擦一下，像是有烟云也好，或是咱们的海滩水面也好，都是可以的。我用的是卡纸，好，接下来咱们呀要开始稍微的点上最后一点，就是加上胎点，因为一会儿染完颜色之后，咱就没法是吧再去点了，因为它不会干嘛，对不对？好，耐心跟到现在的小伙伴，你很优秀，马上就能看到画面的这个完整的视觉效果了。因为着色之后，画面呢会更加的丰富，是吧？霜叶红林，枝繁叶茂，生机盎然。好，这就是我们虽然现在是冬季，对吧？刚好是南半球的夏季，哎，他们的这种异国的风情和这种独特的这种造型自然的环境，
好了，我们要开始了哈，要开始点一点，染一染，染一染，稍微的加点胎点，是丰富咱们的画面，也能够让这个画的层次细节呀、稍微的多一些，稍微的多一些。现在需要截图的小伙伴啊，赶紧截波图，截波图，好不好？啊，有的可能用的是电脑看的小伙伴呢，不大会操作，是吧？不大会操作，那你可以关注一下群内，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小伙伴在给大家发一遍哈，发一遍。人呢画的有点大，今天画的。没有画对吧？只在旁边点赞啊，那也是很好的，那也是很好的。每天开播的时间上午9点半啊，一般呢周二或者周五休息啊，一般周二或者周五休息。然后当然我们的课程呢回放啊已经上新了，已经上线了。同时呢还给大家赠送了基础的技法教程，让我们以前没有画过山水，是吧？甚至没有画过画的小伙伴都能够系统的去了解我们的绘画学习的一个过程。好吧，好，我们用了一点点淡墨，把左右岩石的边缘给它稍微的染了染，擦了擦，让它更平整，不至于琐碎，不至于琐碎。是的，要少用嗓子。但是我除了这会儿以外，平常也不说话，也不用说话，其他都还好。好，拿出我们的颜料来啊。我们最近呢一直使用的这个颜料呢，就是咱们春江万物的玛丽牌的24色，是吧？24色，我呢把常用的一般我都会拿出来啊。这个颜色呢是矿物质颜料，膏体非常的细腻，而且杂质非常的少啊，用色起来呢它会很通透，所以这是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一款。我们拿出赭石色来，是吧？花青色来。还有我们有给大家提到的宝蓝，是不是这个颜色？因为书里边会用到，还有朱标或是吧，这朱砂的颜色，然后再拿点藤黄啊，如果你需要的，可以拿点鹅黄，是吧？因为这个颜料比较丰富嘛，你可以使用的也就更多了啊。好，那对初学小伙伴是吧？啊，觉得这个太贵，那你就可以看这个12色的，是吧？它的性价比呢？但这个颜料呢是最基础款，12色。来，我们用赭石来染咱们岩石的底部。用咱们的一支，我们刚刚说到的羊毫，对吧？用羊毫笔，你可以用大号的或者小号都可以。每一次染色的时候，大家记住了，我们要换笔，一定要换笔，用干净的碟子、干净的水、干净的笔，好吧？你可以自己去加墨在里边，但是一定要把你的笔洗干净了。很多小伙伴呢，这点呢做的不是到位哈。每次在这个用这个笔的时候，才发现上次用的时候还没有洗，是不是？有的小伙伴都这样。好，淡淡的赭石加了点淡淡的墨，对不对？淡淡的赭石，淡淡的墨，把底部岩石给它擦染出来。3号链接陈少梅的画册清楚吗？自然是清楚的啊。我们会后边，我们不是已经把它作为比较突出的一个教材了吗？以后我们会经常画到这个画，它的画册里边的内容，带大家实际的临摹啊。大家如果有个实物的参考啊，当然是最好的了，有实物的参考。把我们底部的岩石，对吧，都用咱们的赭石色，从左小道，再从这条小山径的小道，是吧？这个小道往两边由浓到淡的去给它过渡，好不好？好，这个染色是比较简单吧？没有宝蓝，如果你是用的玛丽的，你如果用的是玛丽的12色，你就用那个钛金蓝，是吧？用钛金蓝就可以了。
好，后边岩石，后边的岩石是吧？在它底部的地方，咱都要这样去染。还没有发货，可以问问店铺的客服，问一下，是不是应该现在都可以发货了吧？应该都可以发了。前段时间可能受一些影响，现在应该都好了，都好了。可以问一下店铺的客服，好不好？老是染残了，你可以颜色淡一点。当然，我们在染这个颜色的时候，记住它也是有浓有淡，是吧？有浓有淡。好，用赭石色把咱们底部的这个小道，是吧？淡淡的赭石，比较纯的赭石色，不加墨的，是吧？把我们这种小道，你可以给它染出来。远处的可以稍微的浓一些，它有一种好像是霞光照在上面一样，感觉远处有光影，是吧？打在这上面一样。所以我们在远处让它浓一点点，浓一点。好，树干，树干是吧？我们来点儿，稍微来点儿赭石色就行。包括这一侧的也是一样，就是比较淡的这几棵树吧，这几棵树我们都可以用点点赭石色。这张画颜色它是很丰富、很绚烂的，对不对？很斑斓，秋夏盛夏这种火热的味道，对不对？好，远处。好，大致是吧？染到这儿，然后边缘的地方，我们用画的这种浅滩，对吧？也要用赭石色给它带出来。好，左边我们整个的赭石色不要让它太跳跃，可以多加点点墨。你看，多加点墨之后，这个颜色纯度就会越来越低，是不是？颜色的纯度越来越低，但是它也能很好的区分开其他的物体。两侧重一点，咱们山间的小道淡一点点呢，画面它就很好的能够体现出一定的，是吧？体积效果。小黄心变灰了怎么办？太久没画了，点亮它，点它，点它。OK，好，再来，咱们再从左侧，沿着海面的地方，是吧？或者水面的地方，我们可以先去擦染的一些笔触，衔接过渡一下。我们这只是处理了一下水面的石头，对吧？好，可能还没有太干，还有很多的小细节，我们可以稍微的用一点咱们的这个藤黄，对吧？其实可以用一些颜色相互代替，你比如说用点你不愿意用藤黄，或者也没有藤黄，没有花青的话，你就直接用石绿。如果是玛丽的12色的话，你就用中间的3绿。好，每次换颜色的时候记得换笔，而且把笔洗干净，至少。花青加藤黄，微微的调和，微微的去调和。好，淡淡的，淡淡的。然后把咱们这个右侧的这个石滩、石坡，是吧？给它染上去，带上一点。
这个画它就会很丰富，甚至于可以压住一点咱们的赭石色，都是可以的。OK， 它需要一冷一暖，比如说像左边是吧，我们冲过的赭石色的地方，你都可以带上一点这个颜色，比如在这个岩石里边是吧，只要不太明显，不要太跳跃，那你都可以稍微的带一带，稍微的带一带。好，接下来我们呢就要用到，最跳跃的这个颜色了啊，最跳跃的就是朱砂的这个颜色或者朱标，我们用这个颜色来把我们的这个树叶给它点出来。这个画里边呢很多种，我们先点浓重的，再点湿润的。如果我们把湿润的点了，点这个浓重的颜色就不好搞，因为它就容易晕开，对不对？好，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点关注不迷路，以后我们的直播你或许都能收到自动的提醒，好吧？也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感受中国画当中的山水的表现。来，接下来我们用这种朱砂的颜色啊，点这个叶片的，点咱们的这个叶片，点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选择，比如说用我们的类似于这种芥子点，芥子点大家都知道吧，对吧？比如4个笔触聚焦一个点，放射状。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比如说我们这种混点的方式，是吧？用混点。什么是混点？在这块儿，我们跟很多的一些零基础小伙伴说一说，饱含水墨的这种扁平的笔点，对不对？然后上下左右，它可以适当的连叠，它不要笔笔分明，记住哈。只不过边缘的它笔触的形态呢，它会相对的清晰，它不会一笔是一笔的这种单独的去画。好，如果你想用芥子点是吧，都是可以的。那么该密集的地方，那就要密集下去。你可以把我们的树干都可以有一定的遮挡，都可以有一定的遮挡。对，它是点出来的，它是点出来的。作者他其实在点的时候，我跟你讲哈，你别看他这个笔触很小，它里边其实类似于像芥子点的方式，他点了很多，他点了很多，非常的细密的叶片，非常细密的叶片。好，该密集的地方，你看笔触的缝隙，我们说密不透风嘛，疏可跑马，这是一些老画家的口头禅。该密集的一定要密集下去。有很多小伙伴是吧，点树叶的时候啊，容易显得琐碎，是吧？好，他其实发很多张画让我点的时候，我看呢，其实共性的问题都一样，是吧？共性的问题都一样，所以你可以把你觉得自己觉得不错的画啊，你发出来就可以了。当然，我们画画呀，也不是为了亮，而是一张一张的给它吃透，给它吃透。好，你比如说这块，哎，老师，那一棵树你要用几种点法呀？对吧？你只要它看起来和谐，你只要让它看起来和谐，都是可以的。是的，是薄云。好，然后我们再往右侧再去点。好，然后再来往左边走。只要它看起来和谐协调，是吧？你用几种点，它都不影响，都不影响。当然，这个点的叶片，你看它会逐渐有一定的浓淡，笔触的大小的区别，还逐渐都会有。然后呢，再往的，比如说下方，好，左下角用的能看得清楚吗？朱砂的颜色。好，细一点点。
就这棵树，它的这个叶片最红，对吧？边缘这种越是繁茂，我们经常讲啊，越是繁茂叶片比较细密的东西啊，一定要注意到整体的一种姿态的形象，就是边缘姿态的一种参差错落嘛。它只要看起来比较形象、比较自然啊就够了啊。有很多小伙伴呢，在处理这个树的叶片的时候，感觉是费了老大难了，对吧？这个东就是需要你去观察它的这种造型，当然还要有一定的笔墨的把控的能力。好嘞，那么在叶片表现的方式当中有很多种，有数十种这种叶片，对吧？今天我们用的这种呢是最简单的了吧，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了。我们画的最浓的，现在越往边缘走，我们画的叶片的颜色加的水可能越来越多，它会越来越淡。它会越来越淡。那么在点那叶片的时候，我们在基础的技法教程，就赠送给大家的基础技法教程里边，已经给大家讲了那个双钩的这种夹叶法，已经有个小10种了吧，应该有10来种的吧，对不对？好，那么都是需要大家去练习的一些笔墨的一些表达的符号。然后在这种笔触的缝隙里边，是吧？留白太多，那么就用颜色给它点掉，甚至于给它染掉。我们现在点的是哪棵树，你也得大概清楚啊，是最突出的那棵树，最浓重的叶片颜色最浓重的那棵。好，然后点一点。好，繁茂的这种叶片是不是画出来了？对于这种比如说笔墨表达基础的符号，还有穿插的这种基础的勾穿插点染的基础的笔法，还有我们之前刚才说到的皴法，都作为基础的技法教程，让大家呢去系统的去巩固和练习。那么对于我们平常课中大家画的这种比较丰富的案例来讲的话，你只要掌握了，都不在话下，都在你的射程范围之内，是吧？好，你需要一个系统循序渐进，是吧？由易到繁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刚开始来画，必然会有困难，这是正常的状态。好，树叶大致我们这课就画到这儿，然后我们再用一点点藤黄啊，不是藤黄，这个赭石色跟这个朱砂的颜色呢，微微的调和一下。赭石色和朱砂的颜色呢，微微的调和一下。回放咱们也放到了咱们的小黄车的第1号链接，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回放是永久的观看权限，可以不限时间、不限地点，是吧？自己哪里不会点哪里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用这种叶片去把右侧这种小树，是吧？也是根据它的叶片的姿态。稍微吸一吸笔里的水分，是吧？这就是一种暖秋的景象。冬天是吧？看到这样的画面，是不是看起来很温暖？好，这是我们右侧边缘，你看大面积它是要衔接到比较平整的一个色块或者墨块当中，然后这个边缘它部分地方会相对的我们会松动一点点，一定不能画的散乱，散那就证明没有形儿，它是要有一个基本的大体的形态，你再去点的时候它就看起来自然，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再往里边走的时候，我们甚至会用到一些颜色去把我们是吧之前点过的留白的地方是吧给它染一染，对不对？很淡的颜色给它染一染。
哎，画面的氛围它就有了，是吧？美美的风景治愈你。好，然后我们再往左侧走的时候，是吧？左侧。左侧会用到依然是赭石加点朱砂的颜色呢，把我们左侧这个树的叶片是吧？树的叶片给它点出来，根据它的出枝去点，对吧？你甚至于用上一些芥子点，要把疏密的这种节奏、大体的姿态、浓淡的层次都很少啊，加点藤黄吧，加一点点藤黄，是吧？调和一下。反正不能让它太跳跃，不能让它太跳跃就行。全是横点吗？对，你可以全是横向的去点，还是要加点赭石色啊，藤黄多了容易显得燥燥的这个颜色。好，在这儿呢，给大家强调哈，我们如果用的是那个固体块的那个藤黄，那个颜色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吧？那个颜色是有对身体啊有伤害的，尤其是它是用热水泡了之后，那是有毒的，对不对？好，如果是我们这种膏体状，或者说挤出来就可以直接使用的这种啊藤黄，就要好很多。是吧？就对我们的伤害就会更小。对赭石加的朱砂的颜色，微微的加了一点点藤黄，你看这儿明显的偏黄一点嘛，它就加了一点藤黄在里边，加了点藤黄。然后呢，再往后方走，是吧？你看越往后方走，那证明我们加了藤黄，它叶片越泛黄，那就证明我们加了点什么颜色在里边。你的色感是吧？你能把颜色画的有多丰富，就是你色彩的感觉的问题。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是吧？这都是我们中学的时候讲，上中学的时候，这都10年前的了。啊，10年前我们讲这种色彩是基础的，就是你色彩的感觉。什么是你色彩感觉呢？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感觉。你的感觉是什么？你能看到一块色彩，你能看到多少种颜色？你觉得大概啊，它有哪些颜色构成，对吧？你能感受到越多，你能画出的就越丰富。好，这块赭石加藤黄的肯定要明显一点。好，其实你看我在点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不仅仅是横着的点，我也可以用芥子点的方式去给它叠加嘛。啊，好，就是它这种松动丰茂的叶片，对于大家而言可能是一个难点。为啥？因为它比较容易找不准这个形儿，是吧？是不是这样子的？好，稍微的来一点淡淡的，像这种颜色，在我们之前画过的地方的树枝上，同样也要去交叠一下。好，留白其实是非常少的，这会儿逐渐就开始丰富起来了，对吧？下午晚上有我的课吗？我们目前呢，主要是在上午9点半，如果你比较方便，你可以来跟我们的直播。当然，我们的回放呢也已经上线了，永久的观看权限，至少120节完整的案例，同时赠送大家基础的技法教程。如果你上班比较匆忙不想错过自己喜欢的案例，又想呢培养一下、坚持一下自己的绘画的兴趣或者山水的爱好，我们呢可以尝试通过回放的方式来练习。目前加入我们回放学习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为期1周的专业的1对1的给你进行这个诊断和指导，好不好？
把你的画发到群内，都可以，都可以。可以帮助你呢更好的去提升和针对性的去练习。那么之前周日那天进群的小伙伴还没有发的，你可以回头呢发一下都行的。好，喝口水，暖暖的。好，然后在它左边好，加点这种树叶。好，这树叶中间是吧？我们适当的穿插一点这种黄黄的叶片，黄黄的叶片啊，这些画儿都在一种暖色调里边呢进行了一些小的变化。好，现在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学员呢，小伙伴们呢，都是什么？都是咱们的亲学生，都是咱们的亲学生。好嘞，然后我们从上往下，是吧？从上往下，然后给大家是吧？再点一点点叶片，从整个顶部，大家记住，你看整个纸张的画面最顶部，还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密集的。山顶我们该让它密集或者平整，就让它平整下去，像硕果累累的苹果一样，有没有一点？苹果是不是就秋季？是不是秋季？秋季的时候，苹果是什么时候？哪个季节？丰产。那每个季节是不是都有？黄色是怎么调的？加了点藤黄，藤黄加咱们的赭石色，藤黄加赭石，让它纯度更低嘛。是的，坚持跟课，成长可见，是吧？秋天更多一些，是的，秋天收获的季节，硕果累累的季节。好，你看，把顶部，你看我们该让它平实下去。你看我点完之后叶片顶部，对吧？你看我都会用一些淡淡的颜色给它再染下去，再染下去。那我们自己在点的时候呢，好，再从上往下，像柿子是吧？哦，北方可能才能看到这么多的柿子吧。好，北方就秋天把那个大风一刮，叶片都没了啊，整棵树上只剩下柿子了，对不对？它该茂密的地方，你看我基本上都不会留出太明显的白点，该密集的地方我可能就会给它填的很实，很丰富。然后在这个比如刚刚画过的树叶里边，我们可以稍微的加一点重重的颜色给它衔接一下，给它衔接一下。给它衔接。好，再来进一步的把这个树是吧，给它画的完整一点儿。好，把这个树叶的姿态哈，边缘如果太平整，你就破一破；如果太过于散碎，那你就让它整阔一点点，好，别人在画的时候可能看起来不经意，那是因为别人举重若轻，是不是？能够更好、更熟悉的把握住这个，它大体的一个姿态。但是我们如果点的太过于随意，是吧？它就容易显得琐碎，
所以我们要观察的细致点。你即便慢一点也没有关系。你如果墨稿都还没画完，那更不用着急，是吧？绘画我们不是为了完成而完成，是吧？好，你在跟直播的时候能跟上多少就跟多少，局部练都没问题的，是吧？好，那么我们呢可以通过比如说一张就是一张的这种渐进的去提升自己啊。如果只是为了赶进度的话，对吧？那你可能收获到的可能就会比较小。好，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没有点关注的呢，可以点波关注，点关注不迷路，以后我们每次直播都可以更好的给大家提醒，好不好？好，当然呢，也可以这个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在我们的群内可以提前一天获取我们直播的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好吧？志趣相投的小伙伴都在群内了，都在群内了。好，黄黄的，红红的。好，这些案例呢都会放到咱们的回放里边，都在回放里边。用点藤黄，用点藤黄。藤黄加点咱们的赭石啊，不能让它纯粹的藤黄，纯粹的藤黄大部分画起来就容易跳跃。藤黄加点赭石色。好，当然初学的时候，我们知道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点，不过这个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我们刚刚说过，对吧？你总是需要去有一个验错的一个过程，然后逐步积攒起了自己正确的经验，你就可以画出更加惊艳大家、惊艳自己的作品来。好，是吧？把左侧也给它丰茂起来了。稍微的加一点朱砂的颜色呢，给它们中间衔接，是吧？或者说呼应一下边角，对不对？好，比如这块我们感觉接点明显一点，或者颜色可以再稠一些、浓稠一些，我们就可以再加一加再加一加。好，然后我们稍微的，是吧？点染一下这些笔触，让这种它们的缝隙是吧更加的平整，更加平整。好，在右侧的这个树的中间，好，给它点一点。好，再往右侧走，右侧里边是吧？我们用藤黄，藤黄加这个，把笔呢洗一洗，是吧？把笔呢洗一洗。好，大家画的如何了？红色的树叶是什么颜色？这个小伙伴你是不是来晚了？好嘞，来晚了没有关系啊，可以呢局部的先练练咱们用的那个颜色，朱砂色和赭石、朱标都可以用。藤黄加了一点点花青，是吧？然后又加了点赭石色，再加我们的釉片的颜色。它都是暖色，是吧？但是我中间的微微的要给它间隔一点
冷一点的颜色，冷一点的颜色，让这个画看起来它才足够，冷色要少，是吧？要少，让这个画看起来，冷暖衔接的适中。对，咱们人画的点景人画的稍微偏大一点，但不影响。我们在画这个点景的，我们山水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因为它一个是占的面积比较小，本来也不作为主要的内容去刻画。好，其实都还好，都不会影响到大的视觉关系。以后我们可以单独的给大家练。我们在就是基础技法教程里边吧，为了让大家掌握基础的一些内容，点景的我们说人物是吧？渔樵耕读是吧？还有呢，房屋、亭台楼阁、云水瀑布，包括小船、房屋，我们呢都会带大家一一的了解到，来系统的画，反复的多练，通过多案例的图谱式的这种叠加和练习，你将收获更大的一个更系统的一个成就。好，那我们把底部的岩石是吧？局部的地方稍微的再种一种，比如说在这个小道的左右两侧的岩石上方，你还可以稍微的再擦染一下赭石，是吧？赭石色加一点儿，赭石色加一点点，加点墨也好，加点其他颜色是吧？只要不太明显的，都可以加一加。都可以加一加。这个颜色就是藤黄加点花青，又加点赭石，有的时候画的这个画它笔触都不一定特别清晰，这个都是很正常的，都很正常。然后来一点这个颜色。冷色刚刚说到了，藤黄加花青加点赭石，然后左边是吧？我们又要来把这个小树再来叠加，藤黄加点藤黄加一点什么？加点朱砂，加点赭石色，是吧？就这3种颜色嘛，调一调，让这个画面上下有个呼应的关系，对不对？啊，比如说就这样横向的去点。可以再黄一点，那多加点藤黄。想让它颜色浅一点，那就多加点水。OK， 好。好了，这是我们画的这一簇的树叶。好，画完对吧？我们还可以用非常浅淡的颜色，非常浅淡的颜色，你可以把这个画面上方笔触缝隙的位置，用我们淡淡的赭石色，把这个画留白的笔触，就是树叶的缝隙的位置，给它染一染，记住了啊，给它染一染，缝隙的地方都可以染一染，让这个画看起来更加的整体统一，好不好？更加统一，更加整体，就不至于显得那么的散，碎。当然，就是这种本来需要你留出来的白，比如说这种缝隙的位置，你就留出来就行。好，美丽的暖冬，美丽的暖冬时节哈，
然后我们呢再来一点点淡淡的赭石，是吧？然后再用点淡淡的这种赭石，它的这种赭石色，是吧？把我们你看它不仅仅是把树叶染了，它把天空左边的天空都给它染了一点点，暖霞的世界，是吧？好，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啊！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点关注不迷路，以后每次直播都会有自动的提醒，好不好？当然，如果没有收到自动提醒的，因为在群内就是粉丝群，它会自动开播的时候或者发布动态的时候，都会自动收到相应的信息。那如果没有呢，大家可以在晚上7、8点的时候打开我的抖音的这个内容，看看我们每次给它发布的直播的预告，是吧？这样的话，你也就不至于错过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去准备第二天我们直播的内容了。好看对吧？对。加入粉丝群，在群内就可以获取高清案例图和工具清单，还有自动的这个直播的提醒啊，还有我们管理员呢，包括我也会给大家做相应的一些解答。好，当然加入到我们回放课程的学习，可以为大家量身定制，是吧？1对1的进行专业的我们说的一个诊断和这个指导啊，为期1周，至少1周，好吧？啊，所以让大家学习起来会更加方便，更具有针对性，让我们零基础的小伙伴也可以上手。你可以把你画的画发到群内，好，接下来最后我们使用一种颜色，让截图吗？你现在就可以截啊，这个截图还能谁拦着不让截啊？啥时候晚上安排一场直播，对吧？看哪天方便吧，哪天方便我们可以试一试。好，来点宝蓝色，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画里边暖色当中稍微的间隔一点点暖调子当中是吧？稍微的间隔一点冷色，让这个画看起来更加的什么？可以微微的加点藤黄，这个颜色要是比较跳跃或者纯度比较高，是吧？好，稍微的给它点上一点。当然，你可以比如说加点墨，它也是可以的，啊。玛丽牌的12色，你就用钛金蓝，冷暖相互衬托，同时呢，冷暖互补，对不对啊？如果一张画里边全是暖色，对吧？它也会要区分出相对的冷暖。你比如说这个黄色跟咱们红色相比，谁更暖？所以它都会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冷暖的一个层次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少量的这种比较色相上本来就比较偏冷一点的颜色，给它对比一下。好，把这个人物的衣服，是吧？简单的带一笔就行。丰富跳脱，对吧？好，小黄车多少节课？至少120节完整案例的直播，而且还给大家赠送了数十节的这个基础的系统的技法教程，还有我们那个历代名家临摹还没有开始呢，我们争取在年前把咱们基础教程给它更新完，让我们在假期是吧得空可以听课的小伙伴能更好的去跟咱们的直播来练习。是的，
好，现在加入到咱们回放课程学习，我们可以给大家做针对性的一个诊断和指导，是吧？根据大家的实际情况来设计相应的一些我们说的学习的方式，或者说一些针对性的练习，好不好？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带大家画的这种美洲的红叶啊，美洲的红叶，大概是丁酉年，它写于美洲，丁酉写于美洲黄君璧，它的落款就这样子的，对吧？它干一点之后呢，颜色会更加协调。现在有点跳跃，哈。下次明天同样时间再和大家相见，注意保暖，记得多喝热水，祝大家身体健健康康啊，快快乐乐的每一天来跟我们的课程，拜拜。